深夜，我给男友送的粥出现在了小秘书的朋友圈中，配文还在假惺惺的感谢我，谢谢瑶瑶姐送来的深夜暖粥，真的很好喝。我冷笑一声，点赞评论，不客气，配120入口更好哦。当晚，小秘书就被送进了医院抢救。警察局里，面前拿着记录本的男警员正厉声质问我为什么要给小秘书下毒。我有些无语，但还是笑着看向他。警官，说话是要讲证据的，我可没有下毒。我无奈的耸耸肩，只觉得无语。昨晚上沈薇薇被接到医院洗胃后就哭着报警了，非要说这是我故意下毒，才害得她成那个样子。看到警察上门，我没有什么太多惊讶，只是有些感叹。一边是感叹警察出警的速度挺快，一边是感叹刚抢救回来的沈薇薇居然还有力气报警，这生命力，这要是不说，谁能知道她刚刚被抢救回来啊？这生命力还真是堪比小强啊！我就这样被警察带到局子里问话。刚刚问话的警员看着我坦荡的眼神，直接拍着桌子威吓。可是你明知道他对山药过敏，送过去的粥里为什么还要放山药？这难道不是故意为之？说到这里，我就更委屈了。警官，那粥我是送给我男朋友的，想着他上班辛苦，山药莲子粥喝了对他的身体好，他对这些可都不过敏。而且再说了，我的粥是送到我男朋友的家里的，他一个女孩子大半夜出入有对象的男人家里，何况他还是擅自喝了我煮的粥，这怎么还成了我错了？难道现在这年代谁受伤谁就有理了吗？随后我伸手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，一副我委屈但我不说的隐忍模样。警员被我说的话给呛到，得知真相的他就连刚刚喝进去的水都喷了出来，刚刚还愤慨的脸瞬间换上了不可置信和同情。妹子，你瑶瑶别闹了，沈薇薇这次因为你都进了医院了。这时候一道清冷的声音从我背后传来，我转头看去，是我的男朋友顾明。此时他满身寒意，就连脸色也带着冰冷。我心里觉得好笑，难道是我让他吃的粥吗？后来我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一五一十的讲清楚后，在警员愤慨又同情的目光中和顾明离开了。走到了车前，顾明没有像往常一样主动帮我拉开副驾驶的车门，而是自顾自的走到驾驶位。我拢了下外套，没有在意，直接打开车门上车。一路我们都没有说话，车里的气压也已经冰冷低沉。但逐渐的，我发现路边的景色让我很陌生，这并不是我熟悉的每一条路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我转头看向顾明。自从在警局见到以后，他一直冷着脸。去哪里？你做了这些，难道不应该去医院给沈薇薇道歉吗？终于，他抿着的嘴唇张开了，可一开口便是沈薇薇的事情，语气里也充满了责备和理所应当。我又没错，凭什么道歉？意识到这点后，我的语气也冷了下来。可顾明没有掉头，反而加快车速。车子在大道上疾驰，带着我的怒气飙升。瑶瑶，你这一次是真的太过分了，你知不知道沈薇薇差点就因为你死了？顾明没有往日的理智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吼出来的。我感受到顾明看我的眼神逐渐变得阴郁，好像已经认定一切都是我的错。可是那碗粥又不是我按着沈薇薇头喝的，这都能怪到我身上？明明是他自己自作聪明。我忍下心中的愤怒，定定地盯着面前的男人，不放过他脸上一丝表情变化。我过分？那碗粥是我让他喝的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是不是该解释下为什么大半夜的他还在你那里？闻言，顾明明显慌张一瞬，手中方向盘都打滑一下，车子在公路上扭了个 S 线。幸好现在是凌晨，路上并没有其他车辆。你别乱想，他只是来给我送资料。顾明说得很轻巧，脸上也很镇定，只不过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小声，明显心虚。什么资料要半夜12点送到你家里去？这还真是堪比夜光剧本的理由。我冷哼一声，并不相信这种明显的借口。我和顾明是在国外留学相识相恋的，在一起已经6年。在这6年的时间，我自认为我对他还算是了解，所以在面对他现在强装镇定的眼神时，我能断定他就是在撒谎。车子最后还是停在了医院的车库里。由于路上那段小插曲，顾明也不敢再对我甩脸色，连语气也软了下来，半哄半劝的让我下车。我将手放在把手上没动，只是好笑的看着顾明的脸确认。你确定要我下车？在他坚定的点头后，我也直接推开车门，暴毙站在他面前。那好，等会要是发生什么，你可别后悔。凌晨的医院很安静，特别是住院部，除了值班的护士，基本上没有走动的人。此时的安静都比得上恐怖片的氛围了。在见到沈薇薇的时候，她正半躺在病床上，身边还陪着一个小男孩，看样子只有18、19岁，长得倒是清秀。沈薇薇看到我的瞬间，原本脸上的笑容停滞下来，眼中充满了恨意。而在看到我身旁的顾明时，脸上的表情又露出无比的委屈，眼泪瞬间便流了出来。这变脸速度，放在娱乐圈里也是炸裂的演技派。瑶瑶姐，我做了什么让你不高兴的事情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害我？我知道你不喜欢我跟着顾总，可是我是他的秘书啊，而且过敏是件很严重的事，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妒忌我差点连命都没了。说到最后，他原就苍白的脸上更是开始了呼吸急促。
一通哭诉下来，他梨花带雨，柔肠寸断，我却成了妒忌成性、心胸狭隘的人。最后他哭到抽噎时，身子软软的歪倒，身边的顾明想要伸手去揽，却被旁边少年抢先了一步。我看着他那双因尴尬而收回的手，心里很是不爽。我不爽了，他们也就别想好过。我看着沈微微那副弱柳扶风的样子，开口直接讽刺：沈秘书，请问那碗粥我是喂到了你嘴边，还是捏着你下巴给灌进去的？沈微微一愣，小脸一白，愕然的看着我。我继续问，还是说是我让你深更半夜的去顾明家，让你喝了粥？还有你自己的山药过敏，粥里有山药你闻不出来吗？还是说你眼瞎了？我知道沈微微对山药过敏的事情，还是在一次聚餐的时候，顾明替她推开了面前山药排骨汤时说的。当时我就很奇怪，顾明对沈微微怎么这么了解？而且沈微微难道没脑子吗？放在面前的过敏物就一定会吃。直到昨天顾明感冒了，我见他病得难受，不吃东西，才想着煮山药莲子粥给他养养胃。只是后面我也有道要处理，于是煮好后，我只跟他说了句莲子粥在锅里，就离开了。谁知道后来让沈微微给喝了。按正常人的脑子来说，对某样东西过敏的人都应该特别注意。粥里的山药虽然被我煮化了，但是明眼人见到粥的粘稠度还里面的味道，都能发现不对的吧？而他不但吃了，还吃完了，只能说他要么眼瞎脑残，要么就是故意的。而且这粥是在顾明的家里煮给顾明的，你自己把它喝了过敏了，还成了我的错。那我以后煮东西是不是还要问一句你要不要吃，过不过敏？不然要是你再因为不小心而被毒死了，我都没地方申冤。还是说其实你知道里面有山药，还是喝了？难道是对顾明别有居心，想通过这个山药粥做什么？我言语锋利，毫不留情。他似乎是没料到我会这么直接，把他所有的想法都说了出来，顿时脸上燥热，红了一片。你怎么能冤枉？可嗨嗨！话没说完，沈微微就捂着胸口开始咳嗽，眼眶湿润。他身边的少年立马不悦了，稚气的脸上满是愤怒，顾不得其他，直接冲到我面前开骂。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明明你就是故意的，还差点害死我姐，你现在居然还推卸责任，你会有报应的。他就和他姐一样，话语里带着恶毒。沈诺，不许这么说，瑶瑶姐。沈微微的气息恢复了些，眼眸还有些湿润，看过去晶晶亮，就像是哭过一样。瑶瑶姐说的是没错，是我知道顾总感冒后，担心没人照顾他才去打扰的。我也确实不应该因为自己一天没吃饭，就擅自把瑶瑶姐辛苦煮给顾总的粥给喝了，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。虽然他一直在细数自己的过错，但明显是在表现自己的可怜。我冷笑一声，抱胸继续看戏。可是瑶瑶姐，我对顾总并没有那种心思，我只是……说着，他又抬起通红的眼睛看向顾明，一副郁郁害羞的模样。我只是真的担心顾总而已，对不起，是我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沈微微说着就要起来对我鞠躬道歉，可她带着热泪的眼睛看向的却是顾明的方向，那可怜的小模样就好像在无声的控诉。沈诺立即拦住了他，把他的身体扶正，愤怒的看向我。姐，你根本没错，明明是他恶毒，容不下你，凭什么要你道歉？我看着顺势扑在沈诺胸口轻声啜泣的沈微微，只觉得这人真是个戏精。够了！顾明突然怒吼，清冷的嗓音响彻病房，带着位于上位者不容置疑的威严。瑶瑶，你跟我出来。他还是第一次跟我用这种语气。因为沈微微，瑶瑶，你一定要把事情搞得这么难堪吗？医院走廊里，顾明眉头紧皱的问我。我说错了吗？大半夜我给你熬粥是我的错，我话里也带着委屈。从警察局到现在，他一句安慰的话语都没有，甚至应该都没想过我才是那个无辜的人。顾明，你还知道我才是你女朋友吗？我讽刺的问。顾明寒凉的眼里出现凌乱，大概也发觉了自己的不该。瑶瑶，对不起，我只是着急了。话音刚落，只听不远处的病房门被狠狠地打开，一阵脚步声，接着就是沈诺的大喊：不好了，我姐要跳楼！顾明想都没想就跑了过去。我心里一惊，隐约有股不好的预感，也急忙跟了上去。电梯到达楼顶，看到了穿着病号服站在楼顶边缘的沈微微，旁边的医护人员赶忙打了报警电话。11月的冬天虽然还不算极冷，但是顶楼的风比较喧嚣，呼呼的灌进衣服里，带来了无比的寒凉。单薄的病号服下，沈微微的身子也在发抖，她手背的吊针孔流出鲜血。顾明拦着众人，缓慢的走上前。微微，你别做傻事，快下来！清冷的声音里有着明显的着急。顾明哥，我真的不是那样的人，我只是喜欢你，希望你好，我有错吗？沈微微满脸泪痕的哭诉。你没错，你快下来，这样太危险了，有什么事下来我们慢慢说。顾明急了，但是又不敢急切的靠近，只能放软声音一遍遍的哄着。沈微微露出了强撑的笑容。顾明哥，其实我喜欢你很久了，我确实是想你当我的男朋友。微微，我已经有瑶瑶了。顾明迟疑，可是他并没有我爱你爱的这么深。顾明哥，我沈微微21年的人生里都只爱过你一个人，你以前对我的承诺我都好好的记着，一刻都没有忘。沈微微落寞的表白着，随后表情又变得释然，就好像放下了一切，
不过如果让顾明哥为难的话，就算了，我也不想继续活着，没有你的生活真的没有意义。说完，他转头看向天台的外边，姐，你别做傻事。沈诺带着哭腔祈求。顾明慌了，脱口而出，我答应你。我只感觉心里有个地方裂开，碎了一地。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甚至都没看我一眼。只见沈微微开心地向他伸出手，他扑上去把沈微微拉了下来，抱着她下楼了。经过我时，我没漏掉他眼里的得意。多么简单的算计，我男朋友就变成了别人的男朋友，太可笑了。突然，我被一股重力推倒在地，抬眼望去，是沈诺。你这种女人还想跟我姐比？我和你说，顾明早就答应做我姐夫了，要不是你从中插足，他们根本就是一对。说完他也走了，留下我一个人在天台上消化他的话。我第一次知道有沈微微这个人，是在公司新的一批入职实习生里。沈微微被调去做了顾明的秘书。我疑惑地问他这么做的原因，他只是解释道，沈微微是他以前资助的一个学生，比他小7岁，但是很上进努力。我接受了这种说法，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毕竟有上进心又努力的人都应该得到该有的机遇。我也没想过顾明会动摇，顾明长得属于帅气的类型，在一起这几年，他身边不乏漂亮的女孩子追求，可是他都明确的拒绝了，坚定不移的选择我，给了我定心丸，所以导致我自信到从来没有怀疑过他。谁知他最后却因为沈微微动摇了。回到家里，我的脚已经冻得有点麻木，换衣服时，我才发现脸上是湿润的，甚至还有点生疼。每滑落一道温热的泪水，脸颊就疼一次，连带着我的心脏都疼得感觉无法呼吸了。我们一起度过6年的时间，从生活到工作，轨迹都是交叉着的，早就是对方生命中的一部分。如今看着那条相连的轨道硬生生的要断开去连接别人，怎么能不疼呢？也许疼过了就好了。我请了1天的假在家里等顾明，我需要他的一个答案。即使他真的选择了沈微微，也不该我可怜兮兮的退场。只是没等来顾明，倒是等来了一封邮件。邮件上署名的是沈诺。晚上，顾明来了，只是面对我却没有多少内疚歉意，眉头甚至都没有皱。瑶瑶，对不起，一点也不走心的道歉。你只有对不起吗？就没有别的话要跟我说？我坐在沙发上都能闻到他身上那股难闻的消毒水味。看来这一天他应该都是待在医院里。洛瑶，我们分手吧，我有点累了。最终顾明还是说出了这句话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。顾明，这句话应该我来说吧。我将一沓照片摔在他身上，看清楚照片后，顾明的脸色越来越黑。我冷笑，惊讶吗？都做出来了，这有什么可惊讶的？只是把你们狗男女的时刻给你们记录下来而已。顾明，我们还没正式分手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一刀一刀往我心口上捅。瑶瑶，我没有这个意思。顾明抓着我的手安抚。被我反手打掉，同时掉落的还有哪些照片？别碰我，我嫌脏。那一沓照片里有他俩在病床上相拥而眠的，也有接吻的，虽然都是偷拍，但是沈诺好像为了让我死心，拍了重复的，还多洗几张寄给我，让我本来还存着对顾明的一丝幻想彻底下头了。瑶瑶，我顾明张嘴想说话，却没了声音。或许他自己都知道，在确凿的证据面前，辩白有多无力。我擦掉脸上的泪水，冷笑，我不用别人用过的东西，我和你分手，麻烦你现在滚出我家。瑶瑶，是我对不起你。说完顾明就走了，关门的声音轻轻的，我的心却像被万千巨石压着一样，难受的喘不过气来。顾明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几天后，沈微微春风满面的挽着顾明的手回来公司里上班，我看着那交叠的手被刺到了。我和顾明从来不在公司秀恩爱，或许都太过于理智，公私分明。如今他跟沈微微手挽手来公司，也是直接说明了他俩的关系。办公室的同事们都闪烁吃瓜的目光在我们3个身上转来转去。乖，今天好好工作。顾明宠溺的摸了摸沈微微的头，这种行为曾经也落在我身上过，重看一遍才发现有多碍眼。沈微微从进公司的那天就不是会认真工作的主，我曾经对她的努力上进是抱着怀疑的态度的，只是顾明辩解说她只是年龄小，对工作还陌生。但是今天沈微微真的成了所有同事的眼中钉，大家都在忙碌的工作，只有她穿梭在茶水间和顾明办公室的次数比尿频的频率都高，就好像要给大家证明什么一样。我指导部员做方案的时候，只见沈微微凑近脑袋，略显得意的脸堆满了笑。瑶瑶姐，顾明哥让我帮他泡咖啡，你需要吗？我也帮你泡一杯。我没搭理他，只是我旁边的部员张宁是个火爆的，你有完没完？是不是有病？没看到我们在做方案吗？这么喜欢泡咖啡，干脆去咖啡店打工得了。张宁几句话把沈微微一天的得意都给骂没了，他又装起柔弱的往顾明的办公室跑。瑶瑶姐，我们继续，别理他。真是晦气。沈微微向来不会放过能装委屈的机会，她被人冲掉的风头就想从我身上再找回来。我站在顾明的办公室里，看着殷殷啜泣的沈微微，心里了然。顾明，你脑子被狗吃了吗？上班时间让我来处理你这种鸡毛事情，我一点面子也没给，直接对了过去。这办公室里也就3个人，
面子这种东西，这两人都不配。顾明脸色变黑，像是从来没想过我会对他说这种话一样。瑶瑶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那我应该是怎样？我工作安排里没有替别人解决情绪这一项，我嘲讽的看他。瑶瑶姐，是我的错，我知道你一直都在恨我抢走顾明哥，只是我刚刚真的只是好心。沈微微又拿出那一套矫揉造作的好心，她的人生信条里估计是写着柔弱是万能的。收起你的好心，没人需要。说完我也不想看他的脸，准备离开办公室。洛瑶，你可以不接受，但是不应该侮辱，向微微道歉。顾明像只母鸡护崽一样的护着沈微微。顾明哥，你别这样说瑶瑶姐，她是公司的老前辈了，跟我一个实习生道歉不合适。沈微微看似劝解，实则拱火。他说完，顾明脸上的怒气更甚了。我心一寒，取下身上的证件，放在桌子上。不好意思，这种给别人女朋友道歉的事我做不来，顾副总还是找别人吧。说完，我就在他俩诧异的眼神中走出办公室。提离职并不是冲动，只是我不想在公司再看到沈微微这张茶香四溢的脸。我向来是个不爽就直接说的性格，憋屈忍受在我的字典里没有。沈微微看不得我在公司，反过来我也是一样的，只是她没清楚鸡蛋跟石头的差距。这次走的肯定不是我。果然，老板把我劝回公司的时候，沈微微正抱着自己的东西离开。擦肩而过时，我对她嘲讽的笑了下，差点把她的嘴巴都气歪了。瑶瑶姐，你是不知道那个沈微微收东西的表情多可怜，笑死我了。张宁在我的办公室没形象的笑着。绿茶终于走了，空气真清新，张宁发自内心感慨，忍不住把我给逗笑了。只是我们都没想到沈微微有张颠倒是非的嘴。见到沈微微的家人时，我才知道什么叫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早上上班的时候，几个中年妇女守在公司大厅门口，对着进公司的人问东问西的。我和张宁面面相觑，以为是发生什么事了。人群里突然有个声音喊了出来，妈，她就是洛瑶。几个中年妇女走到我们面前，我才发现沈诺在里面。这为首有点瘦的中年妇女看相貌，应该就是沈诺和沈微微的妈了。你就是洛瑶？中年妇人开口有点南方的口音。是。我刚回应，他就上手打了我一巴掌。我捂着脸有一瞬间的发懵。你怎么打人啊？张宁扶着我，对着沈微微母亲吼。我打的就是他让我女儿好好的工作给丢了，还想来抢我的未来女婿，年纪轻轻的就这么不要脸了吗？沈微微母亲对着我狠唾了一口，引得周围的路人都围上来吃瓜。谁给脸不要脸了？搞清楚，整个公司都知道你女儿是小三，抢别人男朋友。张宁也是直来直去的性子，只是脾气比我的火爆，骂架他向来没输过。沈微微上班不认真工作，跟只花蝴蝶一样，就知道往男人的地方飞。我看他是把职场当跳板，想逮着男人发家致富呢。直白的话戳到了沈家人的骨头上，沈微微母亲气的眼睛都开始冒火了。她伸手上来拉着张宁，嘴里不干不净的骂着难听的话。我推开他，直接还了他一巴掌，声音响的把他甚至周围的人都给愣住了。洛瑶，你居然打我妈！一直没说话的沈诺急了，你这个贱女人，你敢打长辈？还你的！我指了指自己红肿的左脸冷哼，而且受人尊敬才是长辈，我从来没听说过一个泼妇也能当长辈的。张宁，报警！张宁应声着从包里掏出手机打110。等顾明和沈微微赶到警察局的时候，沈家的几个人因为寻衅滋事和故意伤人给拘留了起来。看到他们两个就像看到了救星。妈，沈诺，大姨，你们发生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被拘留啊？沈微微看着被警察带走的家人，没了理智，那张表露出毫不知情的脸，开始甩锅。瑶瑶姐，我都已经从公司离职了，你为什么还不肯放过我？我的家人并没有错。顾明看着我，没问缘由，只是通过不悦的表情能看出来他的不满。我抬头看向他，正好瞄到领口的那一抹红。我现在真是越看这两个人越恶心。张宁也看不下去了，他站出来帮我说话。副总，这可不关我们经理的事，是这几个泼妇一大早堵公司门口还打人。顾明微愣，这才看到我红肿的左脸，他伸手想触摸，被我躲开了。收回微僵的手，顾明的声音冷冷响起，谁打的？是沈微微他妈打的，这个泼妇。张宁的话一出口，沈微微紧张的看向顾明。我抬眸对上顾明那双纠结的眼睛，冷淡说道，顾明，我不是个会吃亏的人，我有仇报仇，有冤报冤，麻烦你转告好沈微微和她的家人，我对他们看中的东西不感兴趣，再惹我就不是拘留这么简单了。带着张宁走出了警局，虽然脸上有点火辣辣的疼，不过心里感觉舒服了。由于沈微微母亲早上的闹剧，让公司上了社会新闻热搜，多少带来了些负面的影响。顾明被老板喊去办公室，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出来的时候脸黑的跟锅底一样。沈家人也就象征性的关了几天，就被顾明找关系弄了出来。出来后倒也是安分，没再过来找事。只是他家人安分了，沈微微倒是开始作妖了。下班前，我在顾明办公室门口挣扎了2分钟后，敲响了门。请进。推开门时，只见顾明刚挂断手中的电话。我的目光掠过他探究的眼神，将档放在桌上。
这是后天与丰城集团的林总的签约方案，你看一下方案还有什么需要修改的。后天出发吗？顾明拿起方案的手迟疑了一会。是的，林总刚好后天有时间，结束后他要飞美国的公司了。丰城集团的项目是我当初和顾明好不容易争取下来的，为了这事，我年终的时候几乎一周飞一次上海，将方案改了10几次，才得到了林总的青睐。他看着方案满意的眼神，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小洛啊，你的能力真是让我叹服，这么短时间内就做出这么合理的方案了。被成功人士夸奖的感觉是飘飘然的。今天早上接到丰城总裁的电话时，我的心情就像中了100万的大奖一样，大概是我脸上的愉悦露得太明显了。顾明挑眉，你这么开心吗？你不开心吗？这回轮到我疑惑了，这么大的项目能谈成，他这个副总怎么连个笑脸都没有？顾明方案和尚轻咳了一声，那就后天吧，你安排好就行。我有点无语的走出他的办公室，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件事。你记得跟沈薇薇说好你出差的原因，我可不想他到时候搞出什么事情来。我推开门叮嘱的说了一句。好，顾明低声回应了句。虽然得到他的答复，可是在机场的时候，我老感觉心里在打鼓，直觉这一趟总会出点事情。你确定和他说清楚了？跟我一起出差的情况？我看着顾明问，按照沈薇薇那种爱顾明跳楼都不怕的女人，如果让她知道顾明和我单独出差，不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。我说过了顾明难得的好语气，虽然分手了，我也不想和顾明单独待在一起。但是工作归工作，辛苦拿下的合作，我也不希望再出现什么问题。带着不安的心情，我和顾明上了飞机。在酒店包厢里等林总的期间，顾明跟我讨论着方案上的几个重点。在我聚精会神思考时，包厢的大门突然砰的一声被人踹开。沈薇薇气急败坏的站在门口看着我们，那眼神中就好像有刀，恨不得剐了我。看来顾明又跟我撒谎了，还是那双泪眼婆娑的无辜大眼睛，只是这次有点癫狂。以往只是泪水攻势的他，这次砸了包厢里所有的东西，任凭顾明怎么解释，他都没听进去。顾明哥，你如果真的还喜欢他，我可以退出，但是为什么要瞒着我跟他单独见面？你明明答应我今天要带我去海洋馆的，你知道我有多期待吗？微微，我们真的是来谈合作的，我只是怕跟你说了你会多想而已。微微，我们先别闹了好吗？顾明放软语气哄着沈微微，手更是护着她避免被陶瓷瓦片割到。不好，只可惜沈薇薇精神已经不受控制了，她在包厢里大喊大叫的发泄，动静引来了不少人，其中还有丰城集团的林总。我眼尖的捕捉到他眼里的失望，急忙拿上文件追了上去。林总，小洛啊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是来签约的，不是来看家庭伦理剧的。林总一脸晦暗，指责着包厢里的情况。对不起林总，事发突然，我也没想到会出现这种事。不过您放心，我这次绝对是带着我们公司120分的心意来谈合约的，而且对于合约的内容，我又做了一些更详细的新内容，绝对是对贵公司有很大利益的。我将方案展开一一说明，说到后面，林总的面容总算有何缓和，我提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成功的签约结束后，林总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。小洛啊，你能力这么好，一个经理的位置真的是屈才了。谢谢林总夸奖，我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多向林总多学习才行。我伸出手表达了对林总的感激。职场上，任何一个有头脑、居高位的人都会成为工作中的一把助力，多吹捧、多夸赞总是没有坏处的。毕竟，也许到了一些重要的时刻，他们会伸出手拉我一把，也说不定。合约谈成后，酒店已经不见了顾明和沈薇薇的人影，我一个人订了回去的机票。要不是最后一把力挽狂澜，我可能会是第一个要掐死顾明和沈薇薇的人。恋爱脑害人不浅啊！虽然合作成功了，顾明却被降了职。林总还是将事情告到了老板那里，老板大怒，将顾明骂出了办公室，顺便还让他把自己的东西搬出了副总办公室。真是人生百变，我感慨着。顾明辛苦5年才走上的位置，和沈薇薇在一起大半个月，从天堂掉入了地狱。后来听八卦的同事说他俩吵架了，沈薇薇追来公司道歉，结果顾明一句话都没跟他说。整个1楼大厅回响着沈薇薇委屈的哭声。事业成功是男人信心的来源，现在降职成为了职场的谈资，顾明本就是骄傲的人，怎么接受得了这样的落差呢？透过窗户，我看着楼下沈薇薇那单薄的身影，嘴角扬起，只能说是她自作自受了。冬天的夜晚来得快，忙完一天的工作，外面的天色已经暗了很多。我将车开回社区的地下停车场，刚下车，我就被人从身后拿着湿毛巾捂住了口鼻。挣扎时，布条上的乙醚味道让我惊觉不妙。没一会我失去了意识，醒来时眼前一片黑暗，脸上不舒服的触感，我才知道被人蒙上布条。漆黑的晚上，只有偶尔的几声虫鸣和水管上传来的有规律的敲打声，那种声音连带着我的心也跟着急促的跳了起来。我屏住呼吸，靠着耳朵听周围的动静。突然，眼睛上的黑布被人拿走，映入眼帘的是昏黄暗淡的路灯灯光。我打量着周围的环境，看到了旁边的人。沈诺，你这样做是犯法的，我好意的提醒着。旁边拿着扳手的沈诺轻蔑一笑，完全不在意我说的话。
哼，就算犯法，我也要替我姐除掉你对于他的中二语气。我愣住了，但是触及他眼中的阴狠时，我才发现这个少年也许真不是一腔热血，而是要来真的。我并没有做对不起沈微微的事，而且我的男朋友也被他抢了，该报复的好像是我理智的给他分析着，希望他能听进去。这周围好像是废弃的郊区老房子，安静的可怕，除了路灯照射进来的灯光，荒芜一片。强沈诺冷笑着，顾明从开始资助我姐时就许诺过考上大学就娶她，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吗？从10岁。10岁？那个时候顾明17岁，他是变态吗？对一个10岁的小姑娘说要娶人家，而且沈微微居然还信了。我姐为了能配得上顾明哥，她一直有努力学习，争取毕业能来到顾明哥的身边，谁知道他身边已经有你了。你知道我姐那天晚上有多伤心吗？她甚至去跳海，要不是有好心人看到就回来，我就没有姐姐了。这一切都是因为你。沈诺越说越生气，手中的扳手狠狠地砸在水管上，塑胶水管凹进去了一块。我看着那个凹痕，身子往后缩了一下。如果为了个都不爱自己的男人也能跳海，沈微微就是个没救的恋爱脑。只是她现在和顾明在一起了，她如愿了，却还这样做天做地的，那不也是她自己有问题吗？为了不爱她的男人都能跳海寻死，难怪后面还上演跳楼，在酒店里砸东西。沈微微这种极端的性格是有问题的，而她的家人不带她去治疗，反而跟着埋怨别人对她的不公，只能说都是纯纯的有病。哼，你觉得跟你没关系，我姐跳海不是因为你，食物过敏不是因为你，丢工作不是因为你，我全家甚至都被你送进警局拘留了几天呢。沈诺伸出手掐着我脖子，恶狠狠地说着，声音比寒冰还冷。我被他掐着喘不过气来，双手也被反绑。如果沈诺真的想下狠手，我估计就是明天的热搜，暴尸荒野。可嗨嗨，放手，我难受的咳着。你在这个世界上太碍眼了，我这就送你下去。沈诺狠绝的说完，那只拿着扳手的手就打了下来。在我闭眼时，只听到一声痛呼，一个带着寒凉的怀抱抱住我，接着略带温热的液体滴落在我的脸上。看清眼前人的时候，我惊呼，顾明。顾明左额头被钝器打伤的伤口不停的淌血，他扯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你没事就好。说完他就晕倒在地上了。顾明，我大声的喊着，一旁的拿着带血扳手的沈诺看到顾明也吓到了。顾明哥，远处昏暗的地方，沈微微跑了出来，一把推开上来查看的沈诺，抱着地上的顾明哀嚎，你不可以死，我们还没有结婚呢，顾明哥，你怎么可以为了他死？我不许。沈诺惊慌的看着沈微微，嘴里怯懦的喊了声，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沈微微看他的眼光淬满了毒一样，冷冷的，是你杀了顾明哥，是你杀了顾明哥。沈微微好像疯魔了一样，嘴里不断重复同样的话，拿起地上的扳手走向沈诺。他现在的脸上只有恨意，沈诺被他逼得害怕到一点点后退。姐。沈微微举起扳手，眼看着就要上演姐弟相残的画面，一声枪响打掉了沈微微手中的扳手。张宁带着警察从暗处的楼梯口冲了出来，最后沈微微和沈诺被带回了警察局，顾明送进了抢救室。张宁将一张毛毯披在我身上，陪我在手术室的门口等。谢谢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感动。这段时间张宁真的帮了我很多。瑶瑶姐，我现在手都感觉在抖，我打你电话显示不在服务器，要不是顾经理在你的手机里装有定位，我们没有赶到的话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。张宁有点后怕的神情，我握着他的手让他安心。其实让我很意外的，除了张宁的出现，就是顾明了。那一瞬间直接扑在我身上挡着的画面，还有那句松了一口气的你没事就好。顾明这个人真是个矛盾体。手术室的灯熄灭，顾明被医生推了出来。他是幸运的，那一扳手打偏了，没有造成致命性的伤害，只是失血过多，伤口比较深，需要静养一段时间。但是反过来说，如果是我挨了这一下，我是必死无疑了。所以我看着病床上的他，生不出任何愧疚。顾明变心出轨带来的这一切，又实实在在的回报在他自己身上，也算是报应了。警局那边也乱成了一团，沈微微不断嚷嚷的要来医院看顾明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俨然一个疯女人的状态。而沈诺有杀人未遂的嫌疑，判刑是肯定的了。沈家人坐不住了，一次又一次的往医院跑，来给顾明说好话。如果你觉得顾明原谅他就不用坐牢，那你可想得太天真了。我在床边削着苹果皮，看着厚着脸皮哭的沈微微母亲嘲讽。沈微微母亲忍着怒火没有发脾气，脸上换上跟她女儿同款的可怜表情。你是什么意思？沈诺还小，不懂事，难道你忍心一个大好未来的孩子就这么栽进监狱吗？忍心啊，毕竟沈诺也是真的想杀了我，是我命大，可不是他心软。我说完，沈微微母亲的脸上挂不住了，她转而朝顾明哭，顾明，我家沈诺你可是看着长大的，你真的想让他一辈子都毁了吗？阿姨求求你。房间里哭声一片，像极了奔丧。瑶瑶，这件事确实是因为我，沈诺也还小，如果真的被判刑，就是一辈子洗不掉的污点。顾明脸上带着愧疚，
只是那愧疚是对沈家姐弟的，并不是我。我现在觉得越来越琢磨不透顾明了，反反复复，真是个哪里需要就会出现的救世主，乐山大佛不请他去做都可惜了。我将水果刀插在苹果上，随后起身。你想原谅他们随便，我反正不是圣母，沈诺永远得不到我的原谅。最终，顾明并没有对沈诺起诉，也算是变相的给了沈家面子。只是伤及人命的事情，并不是当事人不起诉就会没事的了。沈诺被判了5年。审判结果出来的那天，沈薇薇被他母亲当着众人的面打了巴掌。情绪失落的他来到医院求顾明救救他弟弟，结果顾明的父母生气的要把他赶出去。沈薇薇情急之下拿着水果刀割腕了，很极端的行为。被抢救下来后，医生给沈薇薇做了检查，发现她有精神分裂的疾病，所以才会经常情绪不稳定，出现闹自杀这些行为。我和张宁站在病房门口，看着这一系列发生的事情都唏嘘不已。原来沈薇薇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也并不完全是她的爱好。元旦的氛围在城市里环绕着，距离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已经过去了2个月。沈诺进了监狱坐牢，顾明倒是条汉子，对沈薇薇负责了，不知是因为愧疚还是因为爱，他一直照顾着连沈家人都不要的沈薇薇，把他父母都气得回了老家，不再管他的事，只是放出了狠话说沈薇薇不可能嫁进他顾家的门。不过照顾精神有问题的病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顾明被折磨的人也憔悴了很多，就连以前最敬业的工作也频频出现错误。最后在一个重要的方案里把数据打错了后，老板忍无可忍的把他开除了。楼下的他抱着东西仰视着这栋大楼，像极了当初的沈薇薇。这2个人确实都是自作自受。公司的同事都感慨世事难料，本来前途明亮的人一下子就穷途末路了。1年后，我升职了，被调往上海的分公司当副总。公司的同事为我举办了欢送会，张宁更是把我当成了神一样的偶像，崇拜的冒起小桃心。瑶瑶姐，你要是男的就好了，你这么有能力又优秀，我一定把你追到手。张宁举起酒杯开着玩笑，其他几个小女生也纷纷附和着。我拿着酒杯碰了一下杯，笑道，认真搞事业，你也行的。是啊，只要多为自己着想一些，生活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轨迹。如果我没有经过这些事，或许也只是和大部分女生一样，跟着顾明走进婚姻，婚后虽然有工作，但是在家庭的压力下，我可能也只能是平平无奇的走完一辈子。去上海的那天，收拾行李出门的我遇上了一个意外的人。顾明，已经大半年没见的人，看起来老了也瘦了许多，没有了当初意气风发。半年多以前我见过顾明一次，那时候他还照顾着沈薇薇。沈薇薇发病了，又跑上了楼顶闹自杀，顾明说着各种服软的话，沈薇薇最后被劝了下来。只是因为白天闹自杀，被媒体和吃瓜群众拍了视频报道出来，后来连带着沈薇薇的事情也被挖了出来，受到刺激，疯癫的频率更高了。恭喜你瑶瑶，我才知道你升职了。顾明穿着黑色的风衣，踌躇的脚步没有上前。谢谢，我礼貌性的从他旁边走过。沈薇薇她被送进了精神病院，顾明好像汇报一样，语气带着内疚。我没有回答，拖着行李继续走。瑶瑶对不起，顾明道歉的话慢慢消散在风中，还有一句极小声的，我后悔了。6年的感情，我发现我其实也没看透顾明，他对我很渣，但是又会对沈薇薇不离不弃，可是说他爱沈薇薇，又会在我最危险的时候舍命相救，简直就是谁是弱者就能得到他的庇护，谁有难他就站出来帮忙。也许顾明自始至终都只是沉溺于自己扮演的救世者的位置，就需要他的人，就好像他曾经以一己之力资助沈薇薇到大学毕业一样，那种站在高处施舍怜悯的感觉让他觉得自己伟大吧。直到意识到他救不了别人的时候，他清醒了。他的这句后悔也许更多是对自己说的，而并不是对我。关机前，林总给我发来了信息，恭喜了小洛，上海欢迎你。我的升职除了拼了命的工作，也有一部分是当初的那个合约，林总对我好评如潮，在后面的合作里，他更是对我的方案夸赞不已。沈薇薇当初的大闹也算是间接帮了我一把。我扬起嘴角，在手机上打字，谢谢林总，今后还得麻烦您多多照拂。轰鸣声响彻耳边，伴随着飞机上升的幅度，小窗口投进一束明亮的阳光，往外看去，云层之上晴天朗朗，看着让人通透的色彩，我只觉得心里舒畅无比。别人的未来我不知道，但是我未来一定能走得明亮无比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